当头盔人当街虐杀女性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之后，立刻就引起了社会恐慌，而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开始在头盔的掩护下不断作恶，抢劫打砸，报复社会，随意杀人，甚至还有故意报复事业有成同学的人渣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，几乎人人自危，区域压力不断上升，戴上头盔就能肆意妄为，无恶不作，而摘下头盔之后就想把这些罪恶一笔勾销，原本安分守己的普通人也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。暴虐在扩散，短短几天就发生了上百起恶性事件，不仅是头盔党，受到胁迫的市民也在到处引发暴动。而引发出这一切危机的真岛，此时还在悠闲的喝茶，和小崔像平时朋友一样讨论着书的内容。真岛认为还是纸质书更有味道，书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调整自我感知的工具，就像是在给精神调弦定音。公安局长下达了紧急召集令。自从导入西比拉系统以来，市民的暴动被判断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所以现在公安并不具备足够的警力镇压暴动。在国防部的镇压部队编制完成之前，刑侦科需要全员出动。支配者被头盔干扰无法使用，现在顶方的武器只有电击棒和脉冲手榴弹，浪涌电流可以使头盔无效化。刑侦科分为3人一组，按区域分配进行地毯式镇压。而在刑侦科开始行动的同时，真岛小崔也在这彩色头盔小队开始搞事了。虽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，但是也一口咬定这就是真岛干的。毕竟普通人光是想要制作让西比拉系统无效的装备，色相都会变得浑浊，更别提之后的设计量产和派发，这可不是简单的避开扫描仪就能办到的事。所以幕后之人一定是没有头盔也能和西比拉系统抗衡的人，抓住西比拉系统的盲点，引发群体性心理危机，这就是真岛的目的吗？阿朱总觉得有哪里不对，真岛的犯罪行为似乎都是在寻找某种答案，他的目的一定不仅仅是制造混乱。如果他真的是以观赏暴动为乐的愉悦犯，会比现在要好抓得多。虽然有新闻管制，但这件事还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甚至传出了公安屠杀市民这样的谣言。很快，阿朱小队就在路上遇到了头盔党和普通市民互殴事件。如今的公安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头盔党甚至看到警察之后直接往前冲，被甚也用脉冲手榴弹放倒一片后，这才乖乖听话。不然按他们现在的犯罪系数，支配者估计可以枪毙一大片。甚也陷入了沉思，不仅是普通市民，其实头盔党也是受害者。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，即使公安不动手，普通市民也会动用私刑，头盔党迟早会被杀光。而且他注意到网络上流传的谣言都极具攻击性，如果这也是真岛信息控制的手段呢？头盔党只要摘下了头盔，就是什么都干不了的渣子，而他们不过是真岛手里的棋子。如果真岛已经算计到了一切，那么现在公安的行动也应该在他的计划之中。通过观察暴动发生的地点，甚也更加确定这场暴乱是为了让刑侦科倾巢出动的阴谋。公安所有警力都被派出后，公安厅就成了守卫最薄弱的地方。真岛的目标是西比拉系统。5年前，小崔一直渴望掌握西比拉系统的真面目。他通过设置在首都圈各地的服务器实行分布式并行处理，是个实现了如同铁臂一般高容错性的理想系统。可事实上，测定全体国民的心理测量值需要大量演算，如果不是通过网络进行网络计算，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的计算量。可他越深入就越发现，数据传输的方式非常可疑，不管是扫描仪还是心理治疗 AI， 甚至是支配者，这些数据都看似围绕着山脊进行传递，但全都是在原地打转。围绕西比拉系统的所有通信有着一个必定通过的中转点，很明显，在某个地方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独立系统。所有西比拉计算处理都交给这个系统处理的话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但问题就是，如果只有一个系统，它所承担的吞吐量是现有技术根本无法实现的。而且把系统集中到一个地方，安全风险太大，除非这个神秘的系统政府宁愿铤而走险也要保证其隐蔽性。小崔通过追查音流扫描经过的中转站，锁定了西比拉系统的所在地，正是后生省的诺纳塔。与此同时，阿朱也在紧急联系也说明他们的发现，刑侦科全部出动，中央区官厅街防卫空虚，如果真的被偷家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也只好让他们先过去确认情况。而另一边，侦探和小崔已经带着人攻入了诺纳塔。塔顶和地下是这里耗电量巨大的2个地方，塔顶是电波塔，耗电量大也正常，但地下设施的详细资料就算在这里都了解不到。从示意图上看，地下只有4层，但如果按照当初的设计规划，地下应该有20层才对。公安靠近的消息很快传来，真岛的直觉告诉他，来者一定是甚也。他让小崔前往地下寻找西比拉系统，他去楼上引开甚也。等阿朱3人赶到，诺纳塔门口的警务机器人已经全部报废了，塔内通讯被切断。阿朱再次联系一眼，塔里确实出事了，但暴动还在持续，他们只能先行前往塔内镇压，而且必须要活捉真岛。智恩通过违规密钥搞到了塔内监控，敌人如今兵分2路，真岛刚在最高层下了电梯，而另一队人则在地下4层之后失去了踪迹。深夜的目标自然是真岛，秀星自己去探索地下，说好的塔地只有地下4层，但秀星却在原本是死胡同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通往地下的秘密通道，电梯都被上了锁。好的智恩找到了无人机专用电梯，避免了2人爬上90层楼的坑爹运动。
在满载数据的塔里显然不能使用脉冲手榴弹，对付头盔党的方式又少了一个。但慎野脑瓜转得够快，他直接捞了一个头盔阿朱戴上，这样就算阿朱在，别人也无法夺取他的心理测量值。慎野知道真岛的目的地在地下，不然他们也不会兵分两路。真岛多少已经掌握了这座设施的真相，但是慎野还是在阻止真岛阴谋和逮捕慎野之间选择了后者。秀星在下到神秘通道之后，通讯就断了，并在走廊上遇到了头盔党的伏击。虽然被钉枪伤了肩膀，秀星还是成功反杀，还通过对讲机和正在破解西贝拉保安的小崔打起了语音。整座地下宛如一个大型的电波暗室，支配者又成了破铜烂铁。小崔怂恿秀星叛变，只要摧毁了西比拉系统，这个不正常的世界就会被彻底推翻。现在和他一门之隔的就是西比拉的系统中枢，他们都是潜在犯。在看到夺走他们一切的那些人在街头厮杀时，他难道不会感到兴奋吗？秀星确实觉得解气，但他不打算倒戈。西比拉确实该死，但随意操纵他们决定他人生死的真岛更该死，真当自己是上帝吗？他们都一样，不过是眼红别人幸福的垃圾而已。这座城市里死多少人他都无所谓，但是他不允许让别人互相残杀的人悠闲自在。深夜在上面对付真岛，他不能不讲义气。秀星威胁着现在就过去弄死小崔，当然如果小崔在之前摧毁了西比拉系统就更好了。另一边，深野和阿朱追到了楼顶，两人在防火楼梯上遭遇了头盔党的攻击。真岛将自己的心理测量值复制给了头盔，所以就算阿朱戴了头盔也没起到作用，支配者无法正常启动。深野虽然凭借高超的体术放到了头盔，但阿朱腿上还是中了一枪。他让慎野先去追真岛，慎野爬上顶楼，真岛的面没见到，就先在两个头盔党的缠斗中受了不小的伤。这是双方第一次正式交锋，慎野拿起支配者一对准，犯罪系数为0，很好，又是一块废铁。慎野压根儿不打算逮捕真岛，而是要在这里杀了他。真岛的背后没有黑暗，事情的真相等杀了他以后也可以慢慢调查，像他这种人活着只会后患无穷。双方一言不合打了起来，真岛的格斗技术非常好，连深野都不是对手，更何况他还有伤在身，很快就被撂倒在地。真岛也没打算再和深野玩下去，掏出割喉刀就要送他上路，没想到阿朱拎着头盔冲了上来，对着真岛就是一发正义铁盔。真岛猝不及防，当场歇菜，深野动弹不了，让阿朱动手杀了真岛。虽然杀害好友的凶手就在眼前，但阿朱犹豫再三，还是没能下手，他要将真岛交给法律制裁。负伤的秀星解决完头盔党，来到最下层，小崔已经破解了西比拉系统的防护，而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幕几乎让他三观尽毁。小崔掏出手机录像，西比拉系统根本不需要摧毁，只要将他的真面目曝光，这个国家就彻底完蛋了。秀星听到动静回头，公安局长突然出现，支配者转化为终极清楚模式对准了小崔。小崔虽然立马反击，但还是被轰成了碎片。同样被击中的局长露出了全身机械的身体，再次将枪对准了秀星，而支配者在他的手中从麻醉模式强行改成了毁灭模式。秀星嘲讽地笑了，他真是受够了这个操蛋的世界。